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疗愈师 Jules。你是否曾经想过，每个晚上当你进入梦乡的时候，你的潜意识是否在向你传递着什么信息？今天的占卜，我将结合易经和塔罗牌，为大家解码这些梦境中和潜意识里隐藏的信息。科学研究表明，每个人每晚都会经历多次梦境，只是大部分的梦都会被直接忘记。当你每晚闭上眼睛的时候，你的大脑其实并没有真正休息，特别是杏仁核和海马体这两个与情绪和记忆密切相关的大脑区域，在你梦境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这些梦境不仅仅是虚幻的影像，它们更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反应，是潜意识与我们的对话。比如门捷列夫在一次做梦的时候，梦到了那些化学元素像排队一样，一排一排排放在一起。受到了这个梦的启发，他在醒来后就赶紧通过那个方式试着编排化学元素，并经过努力和研究之后，发明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元素周期表。他的梦不仅改变了科学的历史，也证明了梦境中蕴含的创造力和启示。还有一种更神奇的梦，叫做清醒梦，就是在梦中你是知道自己在做梦的，因此可以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做出或尝试很多你在现实中做不到或不能做的事情。相传交流电之父特斯拉就经常做清醒梦，经常在梦中做实验、做研究。总之，说了这么多，我只是想表达一个观点，就是梦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它也许看起来杂乱无序，没有逻辑，但其实深藏着你潜意识想对你说的事情。在视频开始前，我还想略微区分一下，就是周公解梦和周易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请大家不要搞混了。我个人不太了解周公解梦，我今天使用的是周易，也就是为大家准备的易经，同时我也会参考塔罗牌所给出的指引。好了，在视频开始前，还请大家多点赞、多关注、多收藏、多分享，帮助我的频道快快成长，激励我做出更好的内容。欢迎大家在视频结束后留言分享自己的观影体验。如果想要更精确的解读，我推荐大家可以1对1占卜。我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4幅画，请大家根据自己的直觉做出选择。好了，那就让我们开始这场心灵之旅吧。欢迎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所选择的是达利的《记忆的永恒》，这是一幅充满梦幻色彩的超现实主义杰作。画中溶解的时钟悬挂在荒凉的风景中，仿佛在诉说着时间的流逝和记忆的模糊。这幅画象征着我们在梦境中经历的那种时间的错觉，以及满地的记忆碎片。选择这幅画的观众，可能在最近的梦中体验到了这种时间和记忆的奇妙扭曲。你们的潜意识正在试图传达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我觉得 INTP、INFJ、INFP、INTJ 可能会被这幅画所吸引。欢迎有被说中的朋友们在弹幕中发1，或者在评论区留言哦。你们抽到的第一张是季季卦。我想先说，就是真的很神奇的一点，就是易经一共有64卦，但是我做了这么多期视频，一直反复抽到重复的几张，这一张季季卦就是其中之一。我真的有时候在想，难道看我的视频的观众，他们之间的
命运上都是有交集、有共同点的吗？或者说，集体潜意识这件事情，或者说这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吗？好了，我们继续解牌吧。既济卦代表事物的完成和达成，但也提示着事物结束后的新开始。你们抽到既济卦，可能预示着你们的潜意识或者梦想要告诉你们，你们在目前这个阶段已经完成了某个重要的任务，或者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新的挑战和机会已经在下一个路口等着你们了，希望你们做好准备。你们给我一种目前阶段可能会闲不下来的感觉，所以想要躺平的朋友们可能要有点失望了，因为你们接下来3-4个月看起来都还挺忙的，但是不是那种空忙，而是你们真的有一些事情要做，然后要去提升自己。然后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塔罗牌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启示。首先，宝剑一逆位代表思维的混乱和沟通的障碍，提醒你要注意你的思想和表达方式，避免过于急躁和冲动。圣杯骑士正位则代表着浪漫、理想和追求新的情感体验。这张牌显示出你的情感和直觉可以正确地引导你前进，鼓励你聆听内心的声音，勇敢追求心中的理想还有目标。我觉得具体的例子可以是你在工作中刚刚完成了一个重要的项目，然后现在遇到了一些新的挑战，然后你感到非常的迷茫，不知道如何开始下一步。这种困惑可能导致沟通不畅，影响团队合作，或者是你自己的心情。因此，这2张牌都是在提醒你，在这个阶段你需要冷静下来，理清思路，多听听自己的心声，避免因急躁而导致错误。然后感情上的话，单身的朋友们可能接下来会迎来一段时间的恋爱上升期，具体能不能脱单，我没有看到这么准确的一个结果，但是你身边应该会出现一些还算是比较优质的对象，就是一些你值得考虑的人。然后那些已经有对象的朋友们呢，我会推荐你们有机会的话，在接下来的3到5个月之内，都去努力制造一些浪漫，不一定是要非常被动的等待对方，你其实可以自己来创造这种浪漫。这样的话，就可以非常有效的抚慰你们内心由于生活繁忙而逐渐变得焦躁的那种心情。总结一下，就是你的卦象还有塔罗牌都表明你目前正处于一个心理和情感的转折点。尽管你可能在某些方面感到困惑或不确定，但你的内心深处其实已经完成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成长和转变。所以准备好迎接未来的阳光吧，我们要拥抱变化，勇敢前进。希望这些解读能为你带来新的启示和给你提供一些方向感。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读，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我的视频，还有订阅我的频道。祝福大家，我们下一期视频再来聊聊你们的恋爱运以及结婚的可能性。拜拜。欢迎第2组的朋友们，你们所选择的是玛格丽特的情人。这一幅画真的充满了非常神秘的气息，还有一种隐隐的浪漫的氛围。画中描绘的是一对恋人，彼此亲密接触，但头部却被白布所遮盖，象征着爱与沟通中的神秘，但是又有一些障碍。选择这幅画的观众，可能最近在梦中体验到了类似的神秘感，或者说情感上的那种困惑感。你们的潜意识正在试图传达某些与人际关系、感情和沟通所相关的信息。我感觉选择这幅画的人中，
INFJ、INTP、ISFP、ENFP 可能会居多。欢迎有被说中的朋友们在弹幕中发一，或者在评论区留言哦。首先，你们抽到的是蒙卦，代表着启蒙和学习，但同时也暗示着在成长过程中，你们是需要指导和纪律的。你们的潜意识似乎想要告诉你们，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和成长的阶段，然后你在前方的道路上呢，需要继续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乐于接受新的知识和经验，同时要记得去寻求导师或有经验的人的指导。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人可能大部分都还在为学业的事情奔波吧。然后你最近的梦境也是反映出你们在生活或者工作中呢，遇到了一些你们之前没有遇到过的挑战，然后呢，这也是需要你们去学习和适应来克服的。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做好准备，因为接下来的3个月左右吧，你们就会一直处于一种比较激烈的学习状态。我不知道激烈是不是一个好的形容词，但是就是一个需要你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的阶段。所以接下来3个月左右应该会蛮忙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要做好准备。接下来我们看看塔罗牌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启示吧。钱币国王正位呢，代表的是财富、稳定和可靠性。他这边提醒你的是，要发挥好你的管理上的才能，然后你的那种务实的性格，还有对待事情的那种稳健的态度。然后做事情的话，不宜操之过急。恋人逆位则是说明，在关系和决策方面，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冲突，或者是无法做出决策的一种困惑，所以你要慎重的考虑自己的选择，不要被表象所迷惑，你要去倾听自己内心真正的答案，不要反自己的人性。我觉得具体的例子可以是，假设你在工作中正经历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管理阶段，然后呢，你需要运用好你的领导能力和资源管理能力，来确保项目就是按部就班的进行。所以接下来的话，你要做的就是保持务实，信任自己的决策能力。然后在生活中的话，我们可以假设你在情感或者合作关系中会面临一些挑战，比如沟通不畅，或者是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导致的争执。所以恋人逆位就会提醒那些在感情中出现这些争执的人，要深入的思考这段关系对你的意义，冷静分析之后再做出决定，不要因为一时的情绪波动而做出一个错误，或者说可能会令你后悔的一个选择。当然了，这里2个例子都是我自己根据牌面的内容猜测的，不是所有人都会经历这些，但是逻辑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在自己身上看看，你接下来可能遇到的会是什么样的问题，这是对于你来说。总结一下，就是卦象和塔罗牌都表明，你们目前正处于一个需要加大学习投入和快速成长的阶段。尽管你在物质和职业方面都表现得比较稳健，就是你自己的性格本身就是比较稳健，然后比较务实的，但是呢，你经常在情感上或者说在合作关系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困惑。所以呢，塔罗牌和卦象都是建议你要保持比较开放的心态，勇于学习和适应，寻找指导和支持，深入思考，冷静决策。好了，希望这些解释能给你带来一些新的启示和一些方向感。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读，别忘了点赞、收藏，
转发我的视频，还有订阅我的频道。祝福大家，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一起来聊一聊你们的恋爱运以及结婚的可能性。拜拜。欢迎第3组的朋友，你们所选择的是雷诺阿的蒙马特风车坡的舞会。这是一幅充满活力和喜悦的印象派杰作。画中描述的是巴黎蒙马特风车坡的舞会现场，欢乐的人群、明亮的阳光、欢快的氛围，都让人感受到当时生活中的那些美好，以及人际关系的温暖。选择这幅画的观众，可能是在梦境中体验到了这种类似的互动，或者这种欢愉，也有可能是你们的潜意识正在试图传达某些有关于社交和情感的信息。我觉得选择这幅画的人中 ESFP、ENFP、ESFJ、ENFJ 可能会居多。欢迎有被说中的朋友在弹幕中发1，或者在留言区评论哦。你们抽到的是虚卦，象征着等待和准备。你们抽到这个卦象，可能预示着你们的潜意识想要或者已经告诉过你们，现在是一个需要耐心等待和筹备的重要阶段。这一卦象提醒你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要尽量保持理智还有冷静，做好充分的准备，以迎接未来的挑战和机遇。然后这里的挑战其实不是特别大的那种，不是说那种会让你特别累的，所以请大家不要担心。然后你们也要注意一下身边有没有那种贵人，就是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导师，或者一个能给你一些指引的人，那么接下来你的挑战，或者说你要做的这件任务，对于你来说都会简单很多。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有没有什么建议或启示。权杖2正位代表着计划和远见，这张牌显示出你们正在为未来做出规划，并且具有长远的眼光。这边我觉得跟前面的卦象是非常有关联的。然后呢，这张牌也是鼓励你们，就是说希望你们可以继续保持这种规划和远见。然后呢，也不要忘记了，可以把你的想法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让他们来帮你看一下你的规划是不是合乎情理，或者说是不是能给你带来利益最大化，就是跟前面的人际交往是有所联系的。就是我觉得你近段时间可以稍微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一些，或者说稍微整理一下自己的交友圈，或者说你的熟人圈，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人是可以帮到你的。然后钱币4正位呢，代表的是稳定还有保守，这边就是提醒你，接下来在追求新机会的时候，也就是接下来的3个月左右，你在追求新机会的同时，也要保持对现有资源的保护和管理，不要过于冒险。就是不是叫你守财，而是叫你去谨慎。比如说投资好了，不要把自己的风险敞口开到太大，要至少保护好自己的本金。所以我觉得这边的具体例子也可以是说，你在工作中有可能会迎来一个新的职业方向，或者说学业上的话，可能是你可以报一个专业是你之前没有想过的那种。所以呢，不管是卦象还是塔罗牌，其实都鼓励你可以去做一些研究和计划，来看看这个道路是不是适合你的，来探索新的可能性。但是呢，也要小心，就是说你做出这个选择之后，可能会推翻你之前积累下来的那种，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还是知识上的那种积累。所以大概是这样。我们总结一下就可以发现，你的卦象和塔罗牌都表明，你们这群人目前正处于一个需要耐心等待和精心筹备的阶段。所以呢，
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耐心和冷静，在勇于探索新的机会的同时，保护好你们手中的资源，因为这些资源将会是你们接下来的牌桌上的筹码。然后希望这些解读呢，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启示，或者是给你们提供一些方向感。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解读，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我的视频，还有订阅我的频道。祝福大家，我们下一期视频再来一起聊一聊你们的恋爱运以及结婚的可能性。拜拜。欢迎第4组的朋友，你们所选的是莫奈的睡莲，这是一幅充满宁静与和谐的印象派杰作，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莫奈通过柔和的色彩和流动的笔触，描绘了宁静的池塘和漂浮的睡莲，仿佛在传达一种内心的平静与安宁。选择这幅画的观众，可能在最近的梦中体验到了这种内心的宁静，然后呢，或者说展现出了对自然的向往，也有可能是你们的潜意识正在试图传达某些有关内心平衡和自我反思的信息。我觉得选择这幅画的人中 ，ISFP、INFP、ISFJ、INFJ 可能会居多。欢迎有被说中的朋友们在弹幕中发1，或者在评论区留言哦。你们抽到的是狮卦，象征着组织和纪律。这个卦象预示着你们的潜意识想告诉你们，现在是一个需要组织和策略的重要阶段，提醒你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要保持你们一贯有的那种良好的纪律性和规划性。如果没有的话，那这里就是说你们可能要开始了。然后呢，要利用好你们的资源和能力，以实现你们心中暗暗定下的那个目标。然后接下来的几个月，你们会有很多那种需要你们去管理和协调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大家已经做好准备去面对这些问题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的话，狮卦象征着其实是一种集体和个人目标之间的协调。在心理成长中，我们需要平衡个人需求和社会期望，来确保自己在团队或社会中能够有条不紊地推进自己的计划和目标。注意哦，是平衡好个人需求与社会期望。有时候很多人分不清这件事情到底是你自己想要做的，还是你觉得你做完之后大家都会夸你，是大家期待你去做的。这里存在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点，很多人其实根本就分不清什么是他自己想要的，什么是社会或者说他的父母想要的，这一点真的非常关键。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有没有什么建议或启示。圣杯6逆位代表着对过去的迷恋和未解决的感情问题。这张牌其实是提醒大家要适时放下过去的包袱，专注于现在和未来。根据心理学研究的话，过度迷恋过去其实会导致你现在情感上发生停滞，阻止你们适应现在目前的环境，以及在这个环境中成长。然后魔术师其实也是在说同一件事情，它表示的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以及信心的缺乏。所以就是说，你们这组人真的很需要去相信自己的能力。你们如果不相信自己的能力，那你们就会无法整合你们自己手上已经有的资源，那也就无法让这些资源成为能够助推你往前的那股动力。我觉得一个具体的例子可以是说，我能感觉到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其实还放不下之前，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或者说是生活上遇到的那种与人发生纠纷的那种情况，就对于你们来说就很难走过去。所以这边的话就是真的要建议大家就是放下以前的纠纷和不愉快，
让我们专注于当前的任务，还有未来的机会，好吗？然后你们在接下来3个月内会遇到一些新的项目，你们可能会感觉到没有自信，或者你可能觉得你目前手上的资源是不够充分的。这时候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冷静下来，重新审视一下你目前有的资源。你目前有的一定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相信我。总结一下，你们的卦象和塔罗牌都表明，你们目前正处于一个需要组织和策略安排的阶段。尽管你们可能对过去有所迷恋，或者说你们在感情上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困惑的时期，但现在我会需要大家集中好自己的精力，充分利用好、审视好自己的资源，然后呢，学会去相信自己的能力。只有这样，你们才能真正专注于现在，然后呢，去迎接未来的挑战。这样的话，你们也能更好的实现你个人的一些目标，你说是不是？所以呢，我希望这些解读能给你们带来新的启示，然后给你们提供一些未来的方向感。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我的视频，还有订阅我的频道。祝福大家！我的下一期视频会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你们的恋爱运以及未来结婚的可能性。拜拜。